哎，你别去了。哎，要是承诺中途回来，你们立马通知我就是了。你昨天刚从琉璃宫回来，今天又去，深谷还不怀疑你啊？东，还是我去吧。昨天深谷已经把我当成承诺了，我白天出入琉璃宫比较自然一点。你待在家里面，我就去打探一下消息，不会有事儿的。可是爱迪生不是说过，琉璃宫那里全是日本人的关卡，如果你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会很容易遭到怀疑的。不会有事儿，你们得相信我，好吧？你怎么进来的？嘿，我，我说，你究竟是谁？是我，快说你谁？说你生平最讨厌什么事儿？不是，趴下，嘴。为了执行任务，把黄包车毁了，让老板扣了2个月车钱。哎，行了，放过他吧。嘿，你怎么了？这是？喜新帮我易日荣。哦，对，我忘了，喜新还有易容呢。哎，还不错哎。哎，承诺，我怎么觉得你这张脸比你自己好看啊？哎，以后就这样。哎呀，我说你们几个有没有点同情心啊？我都变成这样了，我容易吗？我，你干嘛回来那么晚？为什么？不就为了这个？就这样，我就开着小姐的车回来了。啊，昨天你一晚上都在横梁上，怪不得能够第一时间通知曲风过来营救。幸好在，他要是没在的话，琉璃子撒的那个谎当场就被揭穿了。这个青山果然聪明，还聪明，我说是麻烦才对。死都死了，还留个大定时炸弹在我们身边。琉璃子说的对，按照青山死亡前的情形分析，他的死亡密码直接指向的是他还有东。密码现在落在深谷手里，对我们非常不利。可是我怎么看不出来，这一长串毫无规则的密码排列和深谷破译出的那份密码又有什么关系？青山到底用的是什么密码系统啊？那里边还有那么多呢，都是……我知道了，他用的是波雷费密码。我演示给你们看。波雷费密码是于19世纪初流行的一种采用坐标系统换字符的加密系统。它采用26个字母表作为坐标系统，加密方法是把信息分拆成一对一对的字母，即字母对。和深谷简写成阿拉伯数字的这一份相符，应该是这份。那就是说，青山这个死亡密码没有完成，他就已经死了。那关键应该是在这个 D 字上。这个密码它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啊？估计啊，深谷反正也没有参透。昨天晚上他还请千叶博士帮忙呢。行，这个任务交给你吧，这个我们不懂。好，我回房间好好想想。上啊，你出去转转，看看日本人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好，我这就去。喏，早点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其实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说。什么事？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他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从来没见过老大遇到问题这么沉默。没事，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唉，小姐也是，选择欧阳警长，真不知他哪点比咱老大强。爸爸，您工作这么忙，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望女儿？我和深谷大佐今天过来，是为了公事来找你。是因为公事？雅子的气色好多了，脸上也有笑容了。
我只是想开了而已。开心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清水君已经走了，现在连林奈也不在了。我要是不好好活着，这个家要怎么撑下去呢？雅子，你比以前坚强，也懂事了。爸爸，有什么事情请您说。那样的困难我都度过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承受不起的了。是这样，清水君遇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秘书处准备任命小田君为新的秘书长。这样的话，那份至关重要的侨民武装计划就理应由小田君全权保管。当然，这完全是按规定办事，跟清水家的实力强弱没有关系。不用说了，我都明白。清水兄妹相继遇害，清水家的护卫也都死得不明不白。为了安全起见，要转移侨民计划，让更有能力的人来保护他，也是应该的。爸爸，您不用担心我，这件事情我没有意见。好，去请松下老大人来客厅，请他带着侨民计划一起过来。是。哎，您这是……苏家老大人，这是怎么了？快起来！我辜负了老爷的嘱托，也辜负了少爷的信任，辜负了天皇陛下。武装侨民的计划书被人偷了。什么？什么时候发现计划不见的？少爷葬礼那天，我就发现了。那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你以为不说就会没人知道，你也就乐得相安无事吗？不，我不怕承担责任。事情发生以后，我就向林奈小姐交代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商量后，如果这件事情要直接公布出去的话，会有损清水家族的名誉。小姐也想借助自己的力量，在事情闹大之前，把计划书找回来，我也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暂时没有发布这件事情。除了小姐身边几个贴身侍从，没有外人知道。那我也是你们眼中的外人？不，夫人，抱歉。本来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瞒您的，但是我们考虑到您是宫下大人的女儿，如果您要是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会向宫下大人汇报的。愚昧，愚忠，就是因为他们计划周详，才能从家里盗走了武装侨民的计划书。林奈一个小女孩子，如何能够应付得了？松下，你可是清水家的老人，居然就这么由他去？宫下大人，我当时只考虑到清水家的名誉，没想到却间接害了小姐。怎么，林奈是因为侨民计划被盗才遇害的？之前我始终想不明白林奈与护卫遇害的原因，现在看来，一定是林奈查到了盗取计划的人，或者组织，在跟对方交涉的时候，被对方杀人灭口。老大人，如果你们当初决定说出来，林奈就不会死，说不定连侨民计划都找回来了。不要再说了，小姐，我对不起你呀！爸爸，武装侨民计划被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对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是不是说明他们还没有破解我们的密码图？事实上，
没有配合使用的密码本，他们想要靠人工破解密码图，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那既然这样，只要我们提前改变侨民计划，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损失了？胡说！被偷的武装侨民的方案中，不仅包括作战部署，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入中国的兵力分布。调整作战部署简单，但是更改兵力的分布，那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军队掌握我们帝国在中国的兵力分布数据的话，帝国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就会处处受制。到时候兵力要是有缺口，可不是调整部署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夫人，宫下大人，都是松下的错。老大人，八哥，圣姑，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林奈死的确实很蹊跷。原先我们是不知道武装计划被盗的事情，你可以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武装计划被盗是造成林奈死亡的真正原因，你怎么反过来还说他死得很蹊跷呢？恰恰是因为武装计划，林奈案的谜团就更令人费解了。总领事大人，你我都清楚，林奈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即使有松下提供的那么一点点线索，她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就找到了窃取计划的人，又如何跟这个人联系上？还有，有本事窃取武装计划的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么一个小女孩的要挟，答应跟她见面呢？难道就是为了单纯的杀人灭口吗？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偷取武装计划的人，如果要杀林奈，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必定是林奈手里也握有这个人需要的东西，他才会愿意去跟林奈见面。也就是说，案发当天，林奈是去跟那个人见面。可是林奈没有料到，那个人在获取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后，便翻脸不认人，把他和清水家的侍卫们统统赶尽杀绝。这些人实在是心狠手辣。大体上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林奈之所以能够和那个人取得联系，也未必是他事后查到的。反过来想想，如果说松下提供的那么一点点线索，恰巧让林奈发现他自己本来就认识这个人的话，那么前面的两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不错，如果林奈他认识这个人，他自然就能找得到他，也知道怎么联系他。可问题在于，林奈的生活圈子是那么小，他身边居然藏有一个这么危险的人物，而事先我们都竟然毫无察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什么事？在林奈出事以后，我跟青山一度怀疑于大小姐是否参与了林奈案，所以有一天我们俩去了晋园，想试探一下于小姐的功夫，却意外得知，就在林奈出事当晚，纳兰居然受到一伙匪徒的攻击。据他自己说，那伙匪徒抓了琉璃子威胁他，所以他不得不放弃抵抗，挨打不还手。他当晚就昏迷了。于大小姐一直在照顾他，也是当时我们排除他主要嫌疑的原因之一。可按照现在的思路来看，这几个人的关系
就变得很微妙。你是怀疑纳兰就是偷取武装计划，事后与林奈见面，并且杀了他和清水家侍卫的人？得出这个推论，我也觉得匪夷所思。但他所说的事件跟我们推理林奈遇害的状况基本吻合。我不相信有这么多巧合会同时发生在一件事情上。那你是怀疑纳兰身上的伤是假的？那倒不是。我们试探于小姐的时候，她曾出手阻止，行动确实很不方便，所以我觉得不像是假的。难道说还有第三个人在林奈死后才打伤了他？松力士大人，我想用计试探一下纳兰东。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你不是对纳兰一直印象很好吗？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你却这么怀疑他？就是因为欣赏他，在发现疑点的时候，我才要尽早的核查清楚。好，你预备怎么试？如果的确是纳兰杀了林奈，起因一定是武装计划。我们反过来想，只要能试探出是纳兰窃取了武装计划，那么杀害林奈的凶手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更要紧的是，屡次和我们作对的雅典娜，必是纳兰东无疑。好，你尽快去安排。要为我所用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我的考验。这次就算是对他的考验。嗨。唉，这一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禁，我们琉璃宫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营业呀？唉，你就知足吧。日本人凶残成性，经过那晚，我觉得我们还活着就已经不错了。可没被打死，我们还得活命呀。琉璃宫这么大一烂摊子，时间久了，老板娘也撑不住啊。到时候要怎么活呀？会封那么久吗？不会吧？就是，除了陪酒跳舞，我可什么都不会。到时候一定会饿死的呀。小姐，小姐，纳兰少爷有事情找你。东少，琉璃宫被查封了，你可得救救我们。东少，我不管，不想要是琉璃宫一直不能开业，我就搬到你那儿去住。放心吧，有我在，不会的。你们先过去，我跟你们小姐说会儿话。走。嘿，为什么把钥匙还给我？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嘛，就该还给你。你明知道我给了你就不会再给第二个女人了。这种话你告诉我干什么？为什么不敢看着我？看着我说。我和你之间本来就是偏差了的轨道。我现在已经认清楚了，我们应该各自回到各自的轨道中去。我已经答应撤，要彼此深信不疑，好好在一起，好吗？你的选择，我没有权利反对。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赌什么？我想到了解救琉璃宫的计划。如果能让琉璃宫转危为安，作为条件，赔我1万。因为我们俩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轨道里面了。敢赌吗？干。胜过再走。
大佐，等很久了吧？我也刚到，纳兰君很准时啊。大佐，您好不容易约我，又在这种日本军部的内部酒馆，我很重视，当然不能迟到。来，请进。其实我很早就想约纳兰君出来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大佐，您要是约我，不管我手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赶到。可是大佐，您总是没事不找我，我也不敢贸然的主动邀约您的，是不是？哦，那听起来可就是我的不对了。来，纳兰君，我敬你。来。我去参加松下他老人家的葬礼，他老人家身体一向硬朗，要不是机关室出现了问题。不过在我的眼里，纳兰君总是很繁忙，几乎每次看到你身边总是围着不同的小姐，我怎么好意思让你撇下那些红粉知己来应我的约呢？大佐，您有取笑。我这人呢，从小就在那些莺莺燕燕脂粉堆里长大，从小就闻惯了脂粉味儿。您现在要不让我闻着脂粉味儿，我还倒不习惯了。您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你让我在那种普通空气里面，我还真有点受不了。就像是有人对烟味会敏感，有的人他就会喜欢那种味道，我也是一样。大佐，您还计较这些事儿呢？那琉璃子呢？他也是你闻惯的那种胭脂味道吗？他有点不一样，但是这种不一样呢，以后也可能会变得一样。哦，你倒是很坦白呀。纳兰君，你还记得我在琉璃宫舞厅跟你说过的话吗？记得。大佐，您跟我说的一字一句，我都记得很清楚。纳兰君果然是个识时务者，也不枉费宫下总领事对你的一番器重。来，纳兰君，我敬你。来。对了，纳兰君，关于青山的案件，你有什么看法？说实话，关于青山这件事情，我很抱歉。那天要不是我约你们，青山，凶手可能也没有可乘之机。纳兰君现在也相信杀手是藏匿在琉璃宫里边。不好说。你说要是藏吧，你们在琉璃宫已经监视好几天了，为什么一点线索都没有呢？你要说不藏吧，那晚案发的时候你就把现场给封锁了，凶手又是怎么逃脱的呢？纳兰君，如果你是凶手的话，你会给自己设定一条怎么样的逃跑路线呢？要是我是凶手的话，我不会在琉璃宫动手的。为什么呢？琉璃宫那个地方客人太多，而且关系错综复杂，要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定会暴露自己，太危险了。这就是凶手的高明之处，他偏偏选了一个所有人都认为不安全的地方，而且他很能沉得住气。当晚我下令责罚琉璃宫的所有人员，都没有把他逼出来。这个人要么非常冷酷，要么他就根本没有看到众人被责罚的这一幕。当时在琉璃宫而又不在现场的人，会是谁呢？可能是个高手。如果不是机关室出了问题，他为什么会暴毙啊？我从来没听过他身体有病。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我知道东西好好的在秘书处档案馆搁着呢。你怎么知道的？东西一直由清水秘书长负责保管。这件事，纳兰君最好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听见。
你说这么重要的东西，还会让他收着吗？是，哎，申谷大佐，谁让你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谈论领馆的事情？大佐，这个场馆是军部人员的聚会场所，无关的人进不来，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不会有问题。你再说一次。嘿，申谷大佐。干嘛？很明显，阻止你去送死。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就是去打探一下虚实，不会有事儿的。档案馆里边啊，现在机关重重，你这么去就是自投罗网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验证消息的准确性，这么做是值得的。可是爱迪生刚刚得到消息，那个清水灵奈提过的看守机关室的松下大人最近刚刚死。那天宫下跟深谷去了清水家，之后没多久就传出消息说松下死了。你说要不是机关室出了问题，他们俩跟一小老头过不去干嘛？有病啊！哪来的消息？贸易行里边听来的呀。东，你仔细想想，这头松下刚刚过世，那头深谷就告诉你，真正的武装计划一直藏在他们秘书处的档案馆，不觉得太巧了吗？这一定是深谷设的局，让你自投罗网。武装计划不能有半点差错，只要有打探清楚的可能性，我一定要去试试。我们不是一直都觉得计划为什么会是一张出狱图吗？或许它本来就是假的。董叔不是告诉过你让你等的消息吗？他正在研究这个事情，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特制密码本，配合武装计划来使用。但是我觉得还是再等等消息吧。我们都知道深谷的做事风格，如果档案馆里面那份计划是真的的话，他很可能会因为秘密的泄露把它给转移了。就算我们到时候查明手里这份计划是假的，又到哪去找真的呢？还有一个可能，百乐门已经被监控了好几天，杀害青山的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深谷可能根据青山留下的死亡密码，怀疑你跟这个案件有关系，所以会不会是他设了一个局，来引你上钩呢？应该不会。我跟深谷聊过这个案子，他应该没有怀疑我，他不可能会冒这个风险来试探事情的真相。纳兰东，别固执了行吗？这件事情分析来分析去都是危险重重。不要再劝我了，我一定要去试一试。一定得去。你给我2小时，我给你分析一下。行了，武装计划事关重大。如果这份计划是假，如果被传出去，你们知道会有多少同胞因为假计划而牺牲吗？你们知道会有多大的损失吗？东，你不是也来了吗？用不上你管。要回你自己回，我有正经事儿。正经的跟你的姐妹们，担心你自己的。怎么回事？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按到嘴巴按钮，抱歉。小心点，小心点。我还以为大佛阁下让我们等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到。要不是我被你拉着，你也死定了。站住！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日本领事馆里面有个档案馆啊？谁告诉你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你进档案馆查什么资料？我什么都没查，我误打误撞进去的，不行啊？误打误撞？那么晚了能误打误撞到那个里面去？
又在找新的目标人物，是不是？不对，百乐门的危机还没有解除，这个时候你不会惹事儿，而且这也不是你的暗杀风格。快说，你一个人在这自言自语吧，我要回家睡觉。你能不能不要再骗我了？你那么晚进档案馆干什么？你肯定在查什么？在查什么啊？告诉我关于谁的？我能帮你。你这人怎么那么三八？我有什么必要向你交代呀？如果我没有遇到你，我可以不管你。可是我今晚遇到你了，我肯定得管你。知道为什么？青山的事儿还没有解决，百乐门还在查封，你别再惹事了，行不行？我惹事儿？哈，你以为今天要不是我牵制住了你，你进去那个档案馆，你不惹事儿啊？啊？我们俩能一样吗？我们特战组队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立的，就算我们出事了，我们能够单独出来，跟他们没关系。可是你呢？你身后有那么大一个百乐门，有林姐，有喜新，你出事了，他们怎么办？你还好意思说？你不是说有什么解救琉璃宫计划吗？影儿呢？啊，这么快就都忘了？我有说过忘了吗？反正你要是敢说话不算数的话，你就给我小心点，别跟着我。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档案室依旧是毫无动静。深谷大佐，依你看，对于纳兰的怀疑是不是可以排除了？总理事大人，是我估计错了，错怪了纳兰君，害您白白担心几天。算了，好在没有引起真正的误会，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即便是如此，小田，对于特制密码本依然要加强保护，不能再像上次一样发生武装侨民方案被盗那样的事情。好，总领事大人请放心，我会严加管理，杜绝任何危险因素靠近密码本。总领事大人，虽然这次试探没有出现令我们失望的结果，但是前车可鉴。怎么？之前武装侨民方案在清水家的时候，由清水家的护卫和松下老大人日夜看护，但结果不也是让雅典娜有机可乘？神谷大佐说的有道理，这雅典娜神出鬼没，武装侨民计划已经被窃，特制密码本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小田，你去把密码本拿来，我亲自保管。总领事大人，密码本一向保存在秘书处的档案馆里面，馆里面机关重重，又有重兵把守，如果现在把它取出来的话，我自有打算，你去把它拿来吧。嗨。军长，师长，你来了。记得我们上次来访，是因为花田少佐遇害，我们当时约定15日之内交出凶手。欧阳警长因为清水案而身陷囹圄，你还有朱署长又来求情，拖拖拉拉到现在。欧阳警长已经释放一段时间了，交出凶手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请问你们政府的警察署到底查出了什么没有？最近的案件错综复杂，而且警署也疲于奔波，进展确实甚微。但是我们从来没放弃过调查。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也没有查到？不，总领事大人不要误会，欧阳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么说，你们警察署是锁定嫌疑目标了？也说不上什么锁定对象，
就凭着这几次对现场的勘查和对相关人员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这一连串的凶杀案是同一个组织所为，包括林奈小姐遇害案。因为以她正常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跟这么多人火拼的，除非她的行动触碰到了这个组织的根本利益，才遭致杀身之危。那么前几天发生在琉璃宫的青山案，欧阳警长有什么看法？我的看法大致与大佐相同，凶手选在琉璃宫对青山中佐下手，而凶器又不是在琉璃宫采集到的器具，所以他们知道青山中佐当天的行程，从而趁他在落单的时候有计划、有预谋的动手。能知道他行程的人，除了我的好兄弟纳兰东，剩下的就是琉璃宫的人。那当然，东是不可能也没有立场去杀害青山中佐的。那么真正的凶手，就只会是在琉璃宫中伺机而动的人。所以我想，这也是深谷大佐严密封锁琉璃宫的原因。只要让琉璃宫无法正常营业，在那儿工作的人员就会受到生活无以为继的压力，从而人人自危，互相监视，最后揭发身边的凶手，让凶手自投罗网。大佐，你觉得我说的对吗？那依欧阳警长来看，我的这点小伎俩，能不能抓到凶手啊？大佐，你又在怀疑我们警署？啊，不，是国民政府驻沪部队，是暗中运作这件事情的组织雅典娜。宫下总领事大人，深谷大佐，千万别误会。按照协定，我们的军队是不能进驻此地的。现在上海局势稳定，我们断没有不遵守协定的道理。这个，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都不会拿上海的稳定局势做赌注的。话是不错，但是我们坚决不能容忍大日本帝国的精英一一折损在雅典娜之手。你们政府要是再没有什么作为，任由凶手逍遥法外，我们就以非常手段，以告精英在天之灵。是，我一定督促警察署，配合你早日把雅典娜绳之以法。报告，深谷大佐，监控现场的小田长官传来消息，琉璃宫出现一名男子正在突破关卡。据报，这名男子的容貌，干什么吞吞吐吐的？这名男子的容貌极像已故的青山中佐。啊！我早上起来路过这里，就看见青山中佐跑到这个库房里面去了，是不是他的鬼魂呢？啊！辛苦小姐为我们带路，这里很不安全，就交给我们了。小姐，您回去吧。走进去。走。
青山宗祖，他回来了。青山宗祖已经死了，即使是他的鬼魂，不可能向我开窍。这个人不可能是宗祖。上来，快！小心！小心！什么人？为什么扮成青山中佐的样子？你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还不走？我们的缘分可真是天注定，这短短半日，你就救了我2次。如果今天在午夜之前你能救我第3次的话，那么我就以身相许。你这人要不要脸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没正经的。我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认定是你了。救命啊！怎么回事？是青山中佐的鬼魂。你是说，飞到对面的那个人？我刚才在小库房门口见到他，吓了我一大跳，我就赶紧叫太君去看看。没想到青山中佐一眨眼就把太君们全杀了，然后又把我拖到这儿来绑起来，最后他跳下去就不见了。这个青山中佐的易容术十分高明。什么？小姐受惊了，不如你带我去你们化妆间看一看吧。好。化妆间就在那儿。不好了，小姐，不知道是哪个使坏的，把我们化妆间的化妆品全部都毁坏了，你快去看一下。对不起，太君，我听见小姐的声音就赶紧出来告诉她，没注意到您在这儿，真是对不起。到底出了什么事？带我去看看。好。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起先几位小姐说要来拿东西，正好我也要来拿我们家小姐的头饰。谁知道我们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里面灯是亮的，门也是打开的。走进来一看，里面是砸的砸，摔的摔，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哪个杀千刀的都玩到你姑奶奶吃饭的家伙上，真是出息大。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这么多宝贝全毁了，我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置办全呢？哎呦，明梅姐，你就别难过了，庆幸自己啊没有被那鬼魂毁成这样就不错了。什么意思啊？哎，我过来的时候可听说了，有人看见青山中佐的鬼魂在琉璃宫游荡，这么邪门的事儿，
说不定啊，就是青山中佐的鬼魂干的。我呸呸呸！真是晦气，害得我们不能开张做生意不说，就连鬼魂也跟我们作对。看来得找个人做场法事才行。请大家不要担心，那是有人借了你们的东西，又怕被我们发现，所以才会把现场破坏殆尽。这正好说明此次事件不是青山阴魂不散，而是有人故意为之。所以大家不要疑神疑鬼了。哎，这个寄索片是谁的？上面还刻着什么字？给我看看。雅典娜，我等你很久了，主角终于出现了。报告，副秘书长大人，凶手现在被我们困在对面的大楼里。做得好，给我地毯式搜索，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个飞天遁地。石头，石头，你腿脚没处使是吧？我们都知道你腿功好，你别走来走去烦我们呀！你真的没点实力，你把袜子脱了。白葫芦下盘棋，你个死胖子，就你有张嘴啊！我怎么没见着老大单独行动的时候你拦着他呀？老大他是老大呀，他要单独行动那是有他的策略，你拦得住吗？上次单独行动的时候，他就弄得遍体鳞伤，还高烧不退。这次啊，指不定又出什么岔子。情况不同，上次在明，这次在暗。对，目的也不同啊。上次啊，他那是想英雄救美，最后弄了个被美人给救了。这回他干脆就赖着美人，让美人给救。可是环境不是一样的吗？啊，不是一样是惨遭围攻、四面楚歌吗？不行，哎，干嘛去？我去助老大一臂之力，暗地里干掉几个小鬼子也好。你忘了他嘱咐过你吗？日本人不撤岗的话，你不能到琉璃宫去。小田亲自在那守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哎，早知道就顶着那张易容的脸不洗了。对呀，你这么不要脸，干脆就不卸就完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想借着去救老大，回琉璃宫看那谁吧。我告诉你，你那满脸的化学元素啊，你不洗啊，真是长青奶！哎，你个死胖子啊！你谁借老大说事儿了啊？我是想暗中帮他忙，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呢啊！我跟你说，不用担心，这次有琉璃子和喜心帮助，所以肯定没问题。胖子玩你呢？别玩我是不是啊？你玩玩。许峰，我出去走走。哎，青山密码怎么样？还是没有头绪，所以我得出去换换脑子。夏，你干嘛去？他能干嘛呀？听你们俩吵完了，出去走走。他呀，肯定是被那密码整烦了。本来啊，董叔的情报说，这个武装计划有新的密码破译。好不容易把这包放下呢，又来了一个什么青山密码，哎，够他烦的。你不说话，没人把我当哑巴。你就这点出息，胖子，你于小姐啊，真的是你，我以为认错人了。欧阳警长，你好。外面有点冷，到办公室去坐会吧。好啊。你刚从外面回来呀？我刚从市长办公室回来，攻下总领事和深谷大佐又去找陶市长兴师问罪了。找陶市长？是关于连环凶杀案的事情？对，主要是针对青山的被杀，他们一口咬定雅典娜是我们国民政府的人，怎么都要我们为这件事情负责。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雅典娜是谁，就算知道了，我们也不会把抗日英雄出卖给日本人。
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通知警长。办公室好，你放心。他们都还在忙呢。警长，刚刚深谷大佐来电，让我们派人赶去百乐门对面的百货大厦。怎么刚一回来电话就轰炸？说是协助捉拿杀害青山中佐的元凶，说人已经逃到了大厦里面，小田副秘书长正在对搜查呢。你跟他们说，警员都出警了，等他们都回来再妥善安排。是。请。没想到你做事儿这么雷厉风行的，不过这么做不怕给警署带来麻烦吗？怕啥？再怎么说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怎么能为日本人自相残杀呢？来，到办公室坐吧。我办公室比较简陋，从来没有女性来过，你一来我就手忙脚乱的。哦，我来。那琉璃子没有来过吗？你是第一个。那看来是我的荣幸了。不过我还挺羡慕他的，能够有你这样全心全意爱他的人。人就是应该相信爱情，即使它给你带来悲哀，也要相信爱情。因为有时候爱情不是因为你看到了才相信，而是因为你相信才看得到。如果琉璃子的想法跟你一样，那该多好。谢谢。大总，听说是琉璃子第一个发现化妆成青山的凶手。其实不是，他是第一个看见凶手并且通知我们士兵的人，就在百乐门9楼员工小仓库的门外。后来我派人去查过，有37名士兵死于机枪扫射。我想凶手是借助这一地势设置了陷阱，所有进去的士兵没有一个生还。既然无一生还，那谁能证实琉璃子说的话就是真的？你见过凶手化妆成青山的样子出现吗？没有，但琉璃宫的人当中，有不止一个人目睹过青山模样的人出现。他还在我们搜索之前，把整个化妆间给毁了，但却在现场留下了这个。可见杀害青山的凶手就是雅典娜组织的首要人物，并且是一个易容高手。为什么叫雅典娜女神呢？难不成她就是一个女人？大总，我觉得他是故意混淆我们的视线。我亲眼目睹过这位首脑人物借助绳索上到百货大楼的5楼，他动作敏捷，就是一个男人的身形，根本就不像一个女子。而且在那之前，他杀害了我安排在楼顶的3名忍者。你想想，一个女子能做到这些，并且能全身而退，似乎不太可能。一个会易容、会用绳索、又心思细腻的男人。我们在灵奈案现场采集到了焚烧后的打斗痕迹，经过千叶博士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人善用锁链为武器。这么看来，这个雅典娜女神极有可能就在灵奈案的现场。可惜灵奈没有给我们留下来任何线索，能帮我们找到雅典娜女神。等等，以青山的聪明，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杀他的就是雅典娜女神。他精心留下死亡密码，就是要带领我们找到他们的首领。可是，这些数字跟雅典娜女神的节点又在哪儿呢？
我同意大佐的推理。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青山必定是料定凶手不敢在公众场合对他下手，所以他把洞察到的一切和盘托出，以套取更多关于他们组织的信息。谁知道这个凶手出手狠辣，连一个逃生呼叫的机会也没有留给青山，就把他的行动能力给剥夺了。在高桥案的案发现场，青山也在。那个善用巧劲擒拿的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于无形。可见，青山判断下来，应该是排除了雅典娜女神就是高桥案凶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有一个擅长巧劲擒拿的人。高桥案当天，那个阿木也用他擅长的腿法隐藏好了真凶。这样看来，那天在现场的所有人当中，谁会是这个雅典娜呢？欧阳彻的人到了吗？大佐，你怎么提起这个人？我们行动小组不需要这种人加入。没关系，你不用介意。我只是试试他听不听话而已。喜欣，我已经睡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你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儿嘛？非要今天说吗？怎么就不能明天？怎么会是你啊5月还没到，我第3次遇险，你要不要救救我？怎么了？好，我猜一下，我洗得太久了，着急了。我已经想清楚了，你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就今天一整天的事儿啊，什么所谓解救琉璃宫计划，都是你故意的。你先化妆成死了的青山，先声夺人，然后故意毁了化妆间，引开日本人的注意力，最后又跑到对面那个百货大楼里面跟他们周旋。日本人的所有反应都在你的计算之中，你把他们玩得团团转了，你设计他们，让他们消耗精力去追查错误的嫌疑对象。不过我想明白了，你同时也在设计我。你设计了一个陷阱来骗取我的感情，达到你自己所谓的什么造就缘分的目的。你怎么那么阴暗呢？你误会我了，我怎么可能会那你说，你竟然可以在小田的眼皮子底下跑到对面的楼里边去，你还能在这么大堆人的排查之下安然躲了大半天，甚至最后这么安然无恙活蹦乱跳的回来琉璃宫。你为什么不早点想办法脱身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脱身，你任由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好让我一直担心你。担心的时间越长，我就心越软。到了半夜里，你终于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高兴你安全回来都来不及，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纳兰东，你真厉害。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地欺骗我的感情，利用我的感情。你玩弄日本人，玩弄我，还玩弄你自己的性命。对不起，我只想给你个惊喜，我没想那么多。我以为你会开心。什么惊喜啊？你的兄弟们在等你的消息，
他们一整夜都会睡不着觉，你不知道吗？你一心一意想要加入的那个组织，所有知道你今天要行动的人，他们都在期盼你的捷报，可你呢？把自私的心理建立在所有这些人的诚惶诚恐上，你认为这样我会喜欢吗？我有那么无聊吗？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么做欠缺考虑，可是我对你是真心的，真的。我为了你，我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我的生命。相信我。不对，你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你对我的感情里只有征服，你不是爱我。没有人会让自己爱的人担惊受怕的，而你却乐此不疲，因为你什么都不在意，你什么都可以玩。在你的眼里，女人算什么？你只不过想征服你身边的每一个女人，得到她们之后就把她们抛弃，只要占有了她们的身心，你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所以你从来没有为这些女人真心着想过，就像余夏、林奈、深谷，所有爱你的女人，上你当的人，只不过用他们的一片痴心做飞蛾扑火一样的傻事。越是被你征服了，你就觉得得到他们了，你就可以把他们抛弃了。我才没有那么傻呢。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我自己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吗？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相处起来让我像现在这样忐忑不安的。我为了你一个微笑，我会费尽心思。我疯狂的想得到，我又怕你受到惊吓。我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够重建一座百乐门了。你不就是想征服我，让我心甘情愿的跟你吗？放开！也许你说的是对的，爱情里没有永远的信任，但有基本的信任。爱的基础是不欺瞒、不造作，善良的、自然的去维系，这样的爱才美好。光靠这样欺骗我、伤害我才得到的爱情，我宁可不要。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彻，不选择你吗？就是因为他很踏实，他从来不骗我，让我觉得很安心，可以依赖。可是你，他不会像你这样，把自己的小心思算计在我的善良、我的感情之上。本来我和你，不说，你走吧，你走吧，你现在安全了，没有人会阻止李亲王世子离开琉璃宫的，去吧。在你的眼里，女人算什么？你只不过想征服你身边的每一个女人，得到她们之后就把她们抛弃，只要占有了她们的身心，你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所以你从来没有为这些女人真心着想过，就像余夏、林奈、深谷，所有爱你的女人，上你当的人，只不过用他们的一片痴心做飞蛾扑火一样的傻事。越是被你征服了，你就觉得得到他们了，你就可以把他们抛弃了。我才没有那么傻呢。你为什么就不懂我？八个！一个180人的标准步兵中队，历时24小时，一个敌人都抓不回来，这样的战绩，你们还有脸回来？饭桶！谁来告诉我，为什么那个人长了翅膀会飞吗？他不会飞，只是非常狡猾。
故意留下线索让我们追查，自己却以不同的途径逃脱了。我不要听这些废话和过程，我只要知道，这个留下雅典娜女神金锁片的反人手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没有找到。怎么还没有找到？你们几个有谁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如果他现在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哪一个人可以认出他来？啊！传我的命令。雅典娜女神屡次率众作案，危害了地方治安。我大日本帝国驻沪总领馆本着对地方百姓负责的态度，全力侦缉，务将一干人犯缉拿，并严惩不贷。如遇顽抗，就地正法。嗨！总领事大人，那么琉璃宫，如果确定凶手不在琉璃宫，就解封吧。嗨！这事儿啊，就劳您多费心了。好说好说，艾老板的西岐贸易行账目清楚，盈利有风。要是贷款，本来就是十拿九稳的事。再说了，曲峰是我的朋友，都是自己人嘛。啊，对，也是我朋友。要不是老家来电报说急用一大笔钱，我这贸易行的流动资金又调动不了，我还真是不好意思跟您开这口。艾老板，您太客气了。这样，我这里有消息，就让曲峰带信儿给。好，那我就先走。好，慢点啊，慢点啊。黄包车，先生去哪儿？下飞路。好嘞。你真觉得动用贷款可以瞒过申谷对你的账户审查吗？不一定。但是亡羊补牢也总得补一下吧？你说这申谷，他悄摸摸的就来查我的账，要不是你唬住他非要回去拿那个什么搜查令，哎呦，我怎么跟他解释我这贸易行生意这么好，可是又没什么钱呢？是吧？我想是，他为什么要查你的账户呢？那是他想查一下我到底有多深厚的实力。上次他还让我帮他查一下改装枪械师傅这事儿呢。你说全中国最厉害的改装枪械师傅，是吧？我觉得没这么简单。那你是觉得有多复杂？别动！你干嘛？起来！干什么呀？等着！我冤枉啊！你干嘛抓我？我真的冤枉啊！我怎么了，许峰？太过分了，车夫没得罪他呀！好，行了，放你们一马。今天没事吧？我没事。他们就是因为抓不到抗日英雄雅典娜，拿老百姓出气呢。雅典娜，你们不知道吧？昨天晚上就开始了，男男女女抓了不少。今天更离谱了，他们连拉黄包车的都不放过。雅典娜，卖报！先生来一份吧。卖报！小姐，等一等，外面风太大了，还是穿暖和些好。你自己呢？穿的那么单薄，赶紧进去啊。喜欣，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们家小姐的。好，记得早点回来。今晚是琉璃宫解封后第一天开张，我们会抓紧时间，不会迟到的。那就好。喜欣她很贴心，什么都为我们想到了。快进去吧。来，快点，别动，快点，老实点，听到没？快点！走，拿的什么？这哪里是在抓什么雅典娜？连报童都有嫌疑吗？咱们少惹点事，咱们赶紧走吧。哦，您那好，谢谢老板。好，慢走啊。
无端端带我来首饰店干嘛？进去你就知道了。欧阳警长，来里边请。丁丁的东西啊，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请。好，请坐。来坐。二位稍后，我马上给您拿。什么好东西啊，这么神秘？看了你就知道了吗？给您，这可是从美国提芬尼珠宝公司特意订的鸽子蛋呢。看这分量、色泽和手工，这都是一流的。喜欢吗？哈哈，这么漂亮的小姐戴上本店特别定制的珠宝，一定是相得益彰啊！喜欢，但是太贵重了，我怎么能收呢？哎，越是贵重，越能代表我对你的重视和真心啊！请求你收下。谢谢。其实我不在乎戴什么样的首饰，也不在乎你送我多么贵重的礼物，我只在乎我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对待彼此，能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当然啦，琉璃子，你是老天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去珍惜。我要为你建造一座幸福的房子，房子不大，但肯定很温馨。你可以把它打理成你喜欢的样子，种上你喜欢的橄榄树，然后我们会有许多可爱的小孩，让我们的家充满欢声笑语。笑什么？我笑，你形容的画面太美好，我忍不住高兴。来，买什么的？不准备那个，好好想，那个，这是什么？走，我带你走。你怎么了？走。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该有多好！和平是要靠自己争取的。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如果想要过安宁的生活，自己必须要往上爬，爬到没有人欺负你的地步。苦难永远都只是留给那些平民百姓的。琉璃子，别怕，我会让自己不断的强大，哪怕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与其仰人鼻息，还不如奋力一搏，让众人臣服，那样我才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那样我才能完成我的许诺，给你一个幸福的家。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哎呀，一个长得可以。
小宝，别跑啊！多大呀？抓紧！